顾秋怡将回春丹说成聘礼，夫妻俩一下都有些错愕，倒是叶晨一时间多多少少有些尴尬。不过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也知道自己根本就不能解释，更不能纠正顾秋怡的说法。如果默认能让夫妻两人心安理得地接下回春丹，那这件事情也就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暂时性解决。至于婚约的事情，按照叶晨的想法，也只能继续往后拖着。此时的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遇到问题只能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，除了逃避，几乎想不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。夫妻两人此时都在看着叶晨，见叶晨没有任何表态，甚至没有说话，心里多多少少也有些欣慰。他们知道叶晨的心态和实际情况，这种时候想让叶晨完完全全公开承认自己与顾秋怡的婚事，目前是还有些强人所难。叶晨在面对顾秋怡关于聘礼的说法，能够做到不否认不反驳，就已经非常难得了。顾秋怡见爸妈的态度有了松动，便赶紧趁热打铁说，爸妈，回春丹是叶晨哥哥的一片心意，你们就赶紧收下吧，而且收下之后就立刻服用，千万不要留着，这种东西价值连城，而且它对一些人的意义过于重大，咱们根本也留不得。对顾秋怡来说，她所有的心思都放在父母和叶晨的身上了。父母服下回春丹，对自己这个做女儿的来说，自然是最幸福不过的事情之一。这代表着父母不但身体会更加健康，而且也会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。如果父母收下回春丹却不舍得服用，那这回春丹就会成为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危险因素。万一被心怀歹念的人得知，那么他们为了这2颗回春丹，一定会铤而走险，给父母带来极大的危险。而且虽然顾秋怡并不担心父母会拿回春丹出去牟利，可是一旦回春丹被其他人拿到手，并且被其他人拿去牟利的话，这件事情就会给叶晨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。因为叶晨之所以能够在拍卖会上把1颗回春丹拍到上千亿美金的价格，就是因为其独特的稀缺性。我市面上多了2颗回春丹，那市场也一定会被扰乱。于情于理于私，他都觉得父母收下回春丹，并且立刻服用是最好的解决方案。而且这样一来，父母对催促叶晨完婚的紧迫感也一定会有所克制，这样也能做到不给叶晨带来干扰。林晚秋一下子不知该如何是好，这么重大的事情，她自己可做不了决定，于是便用征求的目光看向身旁的老公。顾言中沉思许久，才终于点头说道，既然是晨儿的一片心意，那我们自然也不能辜负。况且这回春丹对我们来说确实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，我们多活几年，不但能够多享受几年美好人生，也能多陪你们几年，让你们不至于那么孤单。说罢，他拿起其中1颗丹药，对老婆说，晚秋，回春丹价值连城，我们千万不要让它有任何风险，还是听晨儿和囡囡的话，把它吃了吧。林晚秋轻轻点了点头。对林晚秋来说，回春丹于己能够让自己更加年轻，身体更好，而且寿命也变得更长。于家庭来说，也能够更多更好的陪伴丈夫、女儿以及叶晨这个未来女婿。所以不想吃回春丹是不可能的，只是觉得太过贵重，而不愿意无功受禄。现在女儿都已经这么说了，未来女婿也没有表示任何反驳，那自己就真把他当作是聘礼了。夫妻2人相视一眼，同时将1颗丹药拿在手中，满眼激动地将丹药吞服下去。他们夫妻2人这么多年感情极好，此番各自服用1颗回春丹，预示着2人又能多出10几年时间陪伴彼此。回春丹服下之后，夫妻2人的容貌与状态也在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林晚秋本就保养得非常得当，根本看不出50多岁的真实年纪，如今1颗回春丹服下，她容光焕发，看起来也就30岁上下，年轻许多。之后更能看得出，她和顾秋怡长得确实很像，母女2人此时已经如同姐妹一般。更重要的不是容貌的变化，
而是身体那种仿佛卸下几十斤重担的轻快感。岁月带给他们身体的负荷与老化，是逐渐累月递增的。慢慢老去时，人都能适应那种走下坡路的感觉，但回春丹的改善却能将他们过去10几20年积累的负荷瞬间释放，让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所以感觉十分明显且强烈。顾炎中惊奇地看着年轻许多的老婆，却不知道自己也已经成了一个目测年龄30多岁的中年人。夫妻两人都惊讶于对方的巨大变化，也都由此找回了当年热恋以及刚刚组建家庭时那种怀旧的感觉。林晚秋看着老公，眼泪已经不自觉地溢出眼眶，哽咽着说：“老公，你一下年轻了好多，感觉像囡囡刚出生的时候。”顾炎中也感慨万千：“老婆你也是，看起来不像囡囡的妈妈，更像是囡囡的姐姐。”林晚秋摸着自己光滑紧绷的脸，惊讶地问：“我也有这么大的变化吗？这要是出去碰到熟人朋友，该怎么跟他们说啊？”顾炎中笑道：“就说咱们刚试了一种新出的医美产品，只不过产品还处于保密期，没有正式上市。”林晚秋忍不住问：“人家信吗？况且人家如果找咱们要产品试用，或者拜托咱们介绍一下对接人该怎么办？”顾炎中不在意地说：“信不信是他们的事情，信了就说我们签了保密协议，不能透露任何信息。如果不信又能如何呢？我们都已经这个岁数了，往后再活也只为我们自己和孩子去活，不用在意那些人的看法。”林晚秋一下释然了许多，微笑说道：“还是你看得更透彻。”顾炎中这时看向叶晨，感叹道：“晨儿，大恩不言谢，顾叔叔就不给你来那些虚头巴脑的了。”叶晨点点头，微笑道：“顾叔叔千万别跟我客气就好。”一旁的顾秋怡也说：“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好客气的呀？”顾炎中忽然有些担忧地问叶晨：“晨儿，晚上叶伯父要是问起我来，我该怎么跟他说？”顾炎中知道叶忠全一直想要回春丹，可即便他是叶晨的亲爷爷，叶晨也从未给过他一整颗回春丹。对老爷子，叶晨心里可能一直有些芥蒂，虽然这2年消除不少，但似乎也并未完全消散。叶晨此时也不遮掩，微笑道：“顾叔叔见了他，甚至都不用说，他自己心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”说罢，他又道：“我爷爷不是个坏人，只是这些年与我未有什么恩情，之前有些事情做的也并不是那么到位，但我也不是对他不管不问，只是不想过于拉高他的期待值。不过顾叔叔放心，我心里自有打算。”